脑梗是中老年人常见的疾病，对身体有很大的危害。一旦患上脑梗，就可能会使人出现说话困难，甚至是偏瘫等症，所以平时要多预防。其实脑梗也不是突然来的，如果身上2个地方变硬，就要警惕了。第一个，舌头发硬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舌头都是软的。但如果出现舌头发硬，突然说不出话，甚至有不停流口水的情况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脑梗要来了，最好及时到医院检查。第二个，手指发硬。通常手指肚也应该是软的，但如果手指突然发硬，触觉也受到影响，也要引起警惕，可能是脑梗要发生了，千万别忽视。上面这2个表现大家一定要注意。那如果想要预防脑梗，平时要多疏通血管，防止血管硬化。建议大家可以用银杏叶泡水喝。银杏叶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黄酮类化合物，具有软化血管、增加大脑供血的作用，所以多喝点银杏叶水对预防脑梗也有帮助哦。很多人都有白头发的困扰，导致白头发的原因很多，除了遗传因素，还跟肾气不足有关。所以呢，想要减少白发产生，首先我们要补充肾气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这个动作就是按摩脚底，在我们脚底有个涌泉穴，当泉足时，脚前面的凹陷处就是涌泉穴，属足少阴肾经，具有通经活络、滋养肝肾的作用。大家呢可以每天晚上泡完脚，然后呢用大拇指按摩左右脚的涌泉穴，每次按摩5分钟左右。这样按摩不仅可以缓解疲劳、畅通气血，还能够放松肾脏，有很好的补充肾气、改善白发的作用。那除了这个动作外经常的吃点黑枸杞也有很好的养肾护肾的作用。生活中很多人会有长白头发的困扰，那中医认为肾乃气化在发，很多人长白头发是因为肾气不足，头发缺乏营养，所以出现了白发、脱发的情况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首先要记住少做2件事。第一个，长期吸烟，因为香烟中含有很多有害物质，会影响血液流动，减少黑色素分泌，时间长了就可能会导致头发变白。第二个，长期熬夜，经常熬夜不仅会使内分泌紊乱，还会影响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，时间长了也会出现白发问题。所以不想长白头发，上面2件事就要少做。平时没事的时候，可以多用黑枸杞泡水喝，黑色入肾，黑枸杞有很好的养肾护肾的作用。那经常的吃一点，不仅肾脏健康，也能够帮助延缓白发生长。大家可以试一试。今天我们要聊的是，不想血管堵塞，少碰凉物，多喝凉水，血栓或许退避3舍。少吃哪2种食物呢？第一个，高盐食物，很多人喜欢吃高盐食物，比如咸菜、腌肉等等。这类食物中含有很高的盐分，如果食用过量，很容易增加血管负担，诱发心脑血管疾病，不利于血管健康。第二种，动物内脏，这类食物含有大量的胆固醇、饱和脂肪酸，经常吃容易增加血液粘稠度，促使血管堵塞，形成血栓，所以也要少吃才行。那吃什么好呢？可以用苦荞和山楂泡水喝。苦荞中含有生物类黄酮，主要成分是芦丁，有软化血管、增加血管弹性的作用。而山楂中含有多种活性成分，经常泡水喝也能软化血管，清除血液垃圾，对保持血管通畅、预防血栓有一定的作用哦。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吃饱了睡，睡饱了吃。不过大家在吃的时候也要多注意肠胃的健康。那肠道不好的人，身体会发出2种信号，大家呢不要忽视了。第一个，排便发生异常。大家在排便的时候，若发现大便颜色异常，并且有很臭的味道，而且还经常腹泻和便秘交替的出现，那么大家就要小心肠道的健康了。第二个，口臭。生活中引起口臭的原因呢有很多，如果排除呢是口腔疾病，那么最可能的就是肠道不好了。若是肠道不好，会影响消化功能，这样肠道内堆积大量的毒素垃圾，时间长了就很容易造成口臭的情况。那如果上面这2种情况你都没有出现的话，或许那肠道还算健康。那想要保护肠胃呢，平时在家里要少吃油腻的食物，多喝水，多用蒲公英跟陈皮泡水喝，也能够帮助养护肠。那现在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也提醒我们，肺部健康对我们是多么重要。那肺不好，除了咳嗽，还有哪些表现呢？第一个，气短。
很多人呀，在说长句子或者是跑步的时候，会出现气短、肺活量不足的情况，那么这就可能是肺功能不好的表现。第二个，杵状指，这个呀，经常吸烟的人要多加注意。如果呢手指头变粗，而其他地方不粗的话，那么就要考虑很可能是肺部不好了。那肺不好的人，平时啊可以多用罗汉果泡水喝。罗汉果性凉味甘，入肺经，有很好的润肺止咳、生津止渴的作用。除了罗汉果呢，蜂蜜柠檬片泡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。春天来了，又到了养肺的好时候了，尤其是这次的疫情，让我们呢更要学会保养肺脏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，没事的时候可以在家做一做哦。这个方法呢很简单，就是搓手腕。在我们手腕这里啊有个太渊穴，也就是手腕横纹上拇指根部凹陷处。那太渊穴属手太阴肺经，具有宣肺化痰、止咳平喘的作用。按摩时将两个手腕交叉转动对搓，要让整个手腕都被搓到。每次呢3到5分钟，每天可以早晚搓一次。这样搓手腕能帮助呢增强肺气，提高免疫力，养肺效果呀非常好。除此之外呢，还可以用蜂蜜柠檬片泡水喝，也有清肺润肺的功效。肝脏对人体有很重要的解毒作用，它呀影响着人体各项机能的正常运转，所以呢，我们不能够让它出现问题。那该如何养肝呢？那不妨常喝下面3种水。第一种，玫瑰花泡水。玫瑰花茶大家都很熟悉了。除了可以美容养颜外，还有养肝护肝、降肝火的作用。那经常的喝一些玫瑰花茶，能帮助人安神、疏肝理气，对肝脏健康有帮助。第二种，枸杞水，不管男女啊，都喜欢用枸杞泡水喝。枸杞不仅有清肝明目的作用，对肾脏健康也有一定的帮助，所以呀，经常的喝一些枸杞水，能帮助降肝火，很适合经常坐办公室的人。第3种，菊花泡水。菊花茶也是很常见的一种茶叶，那很多人喜欢喝。菊花茶有很好的散风热、清肝明目的作用，所以呢，经常的喝一些，对肝脏也有好处，大家可以试一试哦。虽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但是肝不好的人也逐渐增多，肝脏健康对身体健康是有一定影响的，所以要注意养肝。那怎么样才好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动作。盘坐在垫子上，腰背保持挺直，将双手向身体两侧伸直，五指张开，然后两手同时的向前击掌，这样反复做3到5分钟。因为我们双手有很多的穴位和经络，这样双手对拍可以刺激这些经络穴位，同时畅通全身气血，对疏通肝经、养肝护肝有一定的作用。大家可以坚持的做一做哦。除了做这个动作外，食疗的方法也很重要，可以常吃一些养肝食物，比如枸杞、菊花茶、蒲公英根等，对肝脏都有保护作用哦。好了，今天就唠到这儿吧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，拜拜。